1964年，甘肃泾川水泉寺村农民一锄头下去，竟挖出了国宝套娃。打开一看，竟是石匣、铜匣、银冠、金冠的4重结构，但里面装着的竟是14粒米粒般大小的白色颗粒。大家可别小瞧这些小米粒，因为武则天当年夺权称帝，他可帮了大忙。上期视频我们讲到了大报恩寺地宫里挖出了佛顶真骨舍利，而今天要讲的这宝物，它的故事可比佛顶真骨舍利更惊人。当它现世时，就连大文豪郭沫若都千里迢迢赶到甘肃，只为一睹它的真容。更匪夷所思的是，它不仅是武则天和隋炀帝称帝的政治道具，时隔48年再次出土时，还发生了舍利生舍利的奇事。这究竟是什么宝物？又有什么魅力能让考古界与宗教界都为之轰动？别着急，接下来就跟着眼见古今的脚步，慢慢探索大云寺舍利之谜。1964年农历10月，甘肃泾川的天气已经转凉，泾河川地一片忙碌景象。水泉寺村的社员们正趁着农闲，抓紧平整土地，为来年的耕种做准备。突然，远处传来一声惊呼，有人发现了地底下有一个大坑。喊话的是社员贾林元，他一锄头下去，没碰到硬土，反倒挖出个黑黢黢的洞口。大伙围过来一看，这坑长约2米，宽1.5米，隐约能看到坑壁上有台阶延伸下去。这一下，社员们的议论声瞬间炸开了锅。大家或许对泾川不熟悉，但我要是提到丝绸之路，是不是一下子就觉得亲切起来了？泾川这地方啊，可不是普通的黄土坡，它是古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唐代时更是客商云集的繁华重镇。当地老一辈代代相传这样一个传说。话说唐代有一伙强盗在丝绸之路上劫掠多年，攒下了数不清的金银财宝，可后来被朝廷派来的官兵一窝端了，连个活口都没留下，那批财宝也从此下落不明。有人猜测，那些财宝就藏在某个秘密地窖里。在场的社员都不约而同地想起了那个传说，大家伙议论纷纷，都认为这个大坑就是强盗地窖。大伙兴奋地摩拳擦掌，想下去探个究竟。就在这时，2个胆大的男社员贾林元的父亲和另一个村民贾兆夫找来了2支蜡烛，点着后就顺着台阶往下走。蜡烛的火苗在黑暗中摇曳，映得坑壁上的彩色壁画忽明忽暗，画上有飞天仙女，还有蓝天白云，一看就不是普通人家的手笔。2人越走越小心，生怕触动什么机关。走到底部时，发现尽头有一扇紧闭的石门，门上还刻着精美的花纹。2人合力推开石门，里面的景象却让他们有点失望。空荡荡的石室里，只有一个上窄下宽的4方形石匣，盖子盖得严严实实，除此之外，连个铜钱影子都没有。那这石匣里究竟装的到底是什么呢？是强盗藏的赃物，还是更特殊的宝贝？2人也不敢多待，抬着沉甸甸的石匣，一步一步挪回了地面。石匣一抬上来，社员们立马围了个水泄不通，七嘴八舌地出主意。有2个心急的社员，不等生产队长发话，就伸手去搬石匣盖子。2人一使劲，吱呀一声就把盖子掀开了，里面竟不是大伙期待的金银珠宝，而是一个雕刻着花纹的铜匣。铜匣上还挂着一把小锁，更巧的是，锁上拴着一条链子，链子另一头就挂着钥匙。这居然还是个匣中匣，大家伙更兴奋了，纷纷笃定里面绝对有好宝贝。有人迫不及待地想拿钥匙开锁，可就在这时，生产队长乔万福匆匆赶来了，一把拦住大伙，阻止了他们私自开匣。乔万福心里清楚，泾川这地方历史悠久，随便挖出来个老物件都可能是宝贝，要是大伙把东西私分了，那可就闯大祸了。乔万福发话了，让贾林元抱着匣子放到村上的会计办公室里，等上级来人了再做打算。可社员们哪里按捺得住好奇心，尤其是几个年纪大的老汉，一个劲的怂恿当时还是孩子的贾林元。终究还是孩子心性的贾林元被说得心动了，偷偷拿过钥匙，插进锁孔，轻轻一转，咔嗒一声，锁开了。
他掀开铜匣盖子，一道银光晃得人眼睛都睁不开，里面竟是一个巴掌大的银棺。这银棺造型精致，像缩小版的真棺材，两侧各有一个圆环，底下还有带栏杆的底座，一看就不是凡品。可事情还没有结束，贾林元小心翼翼地掀开银棺盖，瞬间一道金灿灿的光从里面射出来，在场的人都惊呆了。银棺里居然还套着一个一模一样的金冠，这金冠通体金黄，上面还镶嵌着细小的珍珠和宝石，哪怕是不懂文物的人也能看出这东西价值连城。大伙的心跳都快了几分，贾林元更是紧张的手心冒汗。他轻轻端起金冠，打开盖子，发现里面铺着一层描金织锦，锦缎上放着14枚小巧的金钗，还有一个晶莹剔透的葫芦形琉璃瓶。他拿起琉璃瓶，想看看里面装的是什么，可手一歪，几粒白色的小颗粒从瓶子里滚了出来，落在织锦上面。大伙凑过去一看，这些颗粒比米粒大不了多少，颜色发白，既不是珍珠，也不是宝石，摸起来硬邦邦的。这究竟是什么东西？竟然用金冠银果装着，总不能是普通的石头吧？贾林元挠着头，百思不得其解。老汉们更是你看我，我看你，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可他们谁也没想到，这14粒不起眼的小颗粒，竟是能让整个佛教界轰动的佛舍利。另一边的生产队队长乔万福，在得知挖出一个奇怪匣子时，就将消息报告给了当地的公安局。可公安部门也不懂什么是考古，更不懂怎么考究文物价值，转而又将消息报告给了京川县文化馆。京川县文化馆的张应文接到公安部门的电话时，正在整理全县的文物普查资料。听闻村民在地里挖出石匣，石匣里面套着铜匣，那这绝非普通的民间器物。他心里咯噔一下，赶紧跟2名公安干警一起往水泉寺村赶。路上他心里一直打鼓，祈求铜匣千万别被村民私自打开了，要是损坏了文物，那可就太可惜了。可等他赶到村里，还是晚了一步。铜匣已经被打开，金冠银果也被村民们看过了。张应文赶紧仔细检查这些器物，当他的目光落在最外层的石匣上时，眼睛突然亮了。石匣表面虽然覆盖着泥土，但隐约能看到上面刻着字。他赶紧让人打来清水，小心翼翼地擦拭石匣，随着泥土一点点被擦掉，一行清晰的文字显露出来，上面刻着大周荆州大云寺舍利之函。张应文心里猛地一震，大周是武则天称帝后建立的国号，而舍利2个字直接点破了这14粒白色颗粒的身份。它们不是普通的石头，而是佛教至高无上的圣物佛舍利。见舍利如见佛，这要是在印度发现的话，印度僧人都要千里叩拜，3步一叩首前来朝圣，磕到佛舍利的面前来朝拜他。张应文从事文博工作多年，只在文献里见过舍利的记载，还从没亲眼见过实物。他强压着内心的激动，继续清理石匣上的文字。石匣四周还刻着密密麻麻的小字，经过仔细辨认，张应文发现这是一篇铭文，由当时颇有名气的大臣孟申撰写。铭文里不仅详细记载了这些舍利的来历，还揭开了武则天与这14粒舍利的不解之缘。原来武则天称帝前一直被一个难题困扰。中国古代一直是男尊女卑，儒家思想里更是没有女人当皇帝的说法。她要想登基，必须找到一个能让天下人信服的理由。就在这时，她的男宠薛怀义给她出了个主意，那就是从佛经里找依据。薛怀义带着人在浩如烟海的佛经里翻找，终于在《大云经》里找到了一段记载：净光天女托生为女人，下到凡间，成为统领转轮国疆土的国王，女继成政，威服天下。这段话简直就是为武则天量身定做的。他大喜过望，立马下令刻印几千本《大云经》，分发给全国各州，还下令让各州都兴建一座大云寺，供奉《大云经》，目的就是向天下人宣告，女人当皇帝是佛经里早就预言的，是天意。而京川作为丝绸之路的重镇，长安的西部门户，自然成了武则天重点经营的地方。他不仅下令在这里修建大云寺，
还打算在寺里埋下一件镇寺之宝佛舍利。可铭文里还藏着一个秘密，这些舍利最早并不是武则天的，而是隋文帝时期埋下的。这隋文帝为什么要埋舍利呢？武则天又为什么要接手这件事，还特意用金棺银椁重新安葬？这背后藏着两朝皇帝的权力算计，也让这14里舍利的身价更上一层楼。先说说自从京川大云寺发现舍利的消息传出后，那是震惊全国，就连郭沫若先生都亲自赶来鉴定，认定这些舍利是国家级文物，而那套金棺银椁更是开创了用中国传统棺椁葬制安放舍利的先河，是佛教汉化的重要标志。原本以为这就是京川佛宝的全部故事，可谁也没想到48年后，这里又爆出了一个更大的惊喜。2012年12月31日，也就是新年的前一天，京川贡池村的村民们正忙着抢修一条被雨水冲坏的道路。突然有个村民的铁锹碰到了一个硬东西，挖出来一看，竟是一个贴金佛头。这佛头做工精美，金色的涂层虽然有些脱落，但依然能看出当年的华丽。村民们不敢怠慢，赶紧把这件事上报给了京川县文物部门。文物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后，初步鉴定这尊佛头是唐代的，具有很高的考古价值。他们决定在现场展开进一步发掘，看看有没有其他文物。可发掘工作刚进行了9天，考古人员就在距离佛头8米左右的地方发现了一处早已坍塌的地洞。考古人员小心翼翼地清理完地洞周围的土层后，一件破损的器物露了出来。这东西形状像一口小棺材，材质是陶土的，也就是考古界常说的陶棺。更让人兴奋的是，在陶棺旁边，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块刻有文字的青砖。虽然青砖上的文字有些模糊，但仔细辨认后能看清佛牙、佛骨、佛舍利2000余粒等字样。在场的考古人员都惊呆了。1964年发现的才14粒，这次居然有2000多粒，京川到底还藏着多少佛宝？可兴奋过后，考古人员又犯了难。陶棺已经破损，里面装的全是碳化的有机物，要是贸然打开，空气里的温度、湿度变化，很可能会让里面的文物瞬间损坏。这要怎么办？这时有人提议，要不请医院帮忙，用医用 CT 给陶棺做个全身扫描。这个主意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很快，陶棺就被小心翼翼地送到了京川县人民医院。CT 扫描结果一出来，考古人员都屏住了呼吸。陶棺里面不仅有一些像肋骨一样的骨质物体，专家推测这些很可能是佛骨。除此之外，陶棺里还有3个琉璃瓶，更重要的是，琉璃瓶里面有很多密密麻麻的小亮点。这些亮点会不会就是铭文里提到的2000粒舍利？所有人的心里都充满了期待，可要想知道答案，还得等文物修复专家来进行细致的清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特意邀请了陕西考古研究院的文物修复专家张永健来主持陶棺的清理工作。张永健从事文物修复工作10几年，经验丰富，可面对这个陶棺，他还是不敢掉以轻心。毕竟里面的文物已经碳化了1000多年，稍微用力就可能碎成粉末。清理工作开始后，张永健找来了放大镜、小刷子、镊子等工具，一点点清理陶棺里的碳化物质。就这样，清理工作持续了将近1个月。当张永健把清理出来的舍利小心翼翼地放在托盘里时，所有人都惊呆了。光是散落在陶棺里的舍利就有1000多粒，再加上那3个还没打开的琉璃瓶，舍利总数肯定超过2000粒。当时的平凉市博物馆馆长刘玉林对此十分激动。铭文里说的是2000余粒，可现在看来至少有3000多粒。可新的问题来了，这多出来的1000多粒到底是哪来的？总不能是古人数错了吧？就在大家为舍利的数量争论不休时，刘玉林又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他在清理那些疑似佛骨的骨质物体时，用手电筒一照，佛骨表面竟然有很多闪闪发光的白色晶体。这些晶体大小不一，最大的也只有米粒的1半大，最小的甚至只有0.05厘米。用放大镜一看，
它们的形状和之前清理出来的舍利一模一样，而且用手电筒照射时折射出来的光也完全相同。刘玉林心里冒出一个大胆的猜测，难道这些晶体是从佛骨上长出来的？这个猜测一说出来，在场的人都觉得不可思议。舍利是高僧圆寂后火化形成的结晶体，怎么可能从佛骨上长出来？可刘玉林却想起了古文献里的记载，有些舍利在特定条件下会出现再生的现象，也就是所谓的再生舍利或感应舍利。可这也就只有1974年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发现了佛牙生舍利的现象，可从来没有出现过佛骨生舍利的奇象啊！这种现象只在文献里见过，从来没人见过实物。为了验证这个猜测，刘玉林和张永坚一起对佛骨和那些白色晶体进行了仔细研究。他们发现这些晶体和舍利的成分非常相似，而且佛骨上有很多细小的孔洞，晶体就是从这些孔洞里长出来的。更重要的是，那3个琉璃瓶中有一个瓶口已经破损，里面的舍利散落在陶棺里，可瓶口附近并没有多少舍利，反而在佛骨周围散落了很多。这说明这些舍利很可能不是从琉璃瓶里掉出来的，而是从佛骨上脱落的。如果佛骨生舍利是真的，那这就是中国考古史上第一次发现再生舍利的实物证据。这不仅能印证古文献的记载，还能让考古界与宗教界对舍利有新的认识。可这个结论也引发了新的争议：再生舍利是真的存在，还是因为环境因素导致佛骨发生了变化？直到现在，这个谜团还没有完全解开。就在大家为再生舍利争论不休时，考古人员对那块刻有铭文的青砖进行了进一步清理和解读，终于揭开了这些舍利的来历，也让我们看到了一段感人至深的护宝故事。青砖上的铭文共有19行416个字，详细记载了这些舍利的来龙去脉。原来这些舍利是唐代末期，也就是会昌年间，由2位名叫智明和云江的僧人收集的。当时唐武宗李炎笃信道教，对佛教非常反感，再加上当时佛教寺院的势力越来越大，占有大量土地和财富，甚至影响到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唐武宗于是下令开展了一场大规模的灭佛运动。他下令要求拆毁全国的佛教寺庙，强迫僧尼还俗。据记载，这次灭佛运动共拆毁寺庙4600多座，金川周边的很多寺庙也没能幸免，被拆得一干二净。智明和云江2位僧人看着自己毕生信仰的佛法即将断绝，心里非常悲痛。他们不忍心看着佛舍利、佛像等佛教珍宝被毁坏或流落民间，于是决定展开一场护宝行动。他们走遍了西北各地，四处收集佛舍利。就这样，2位僧人花了整整24年时间，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收集到了2000余粒佛舍利，还有一些佛牙、佛骨和佛像。他们本来想等灭佛运动结束后，就把这些佛宝重新供奉起来，复兴佛教。可遗憾的是，云江僧人因为过度劳累，还没等到那一天就圆寂了。智明僧人悲痛万分，但他没有放弃，而是继续坚持，最终在大宋大中祥符6年，也就是公元1013年，在荆州龙兴寺僧官慧照大师和其他僧人的见证下，将这些佛宝小心翼翼地埋在了龙兴寺文殊菩萨殿下面的地宫里，用陶棺装殓，希望能让这些佛宝躲过劫难，等待重见天日的那一天。可智明僧人也没能等到佛教复兴的盛世，这些舍利一埋就是1000多年，直到2012年才被村民们偶然发现。或许正是2位僧人虔诚的信仰感动了佛祖，才让舍利再生，也让这段感人的故事得以流传下来。咱们之前提到1964年发现的14粒舍利，最早是隋文帝时期埋下的，武则天只是2次安葬。那么隋文帝为什么要在全国范围内埋舍利呢？这背后其实和他篡夺北周皇位、巩固统治的政治目的有关。隋文帝杨坚本来是北周的重臣，还是北周静帝的外祖父。北周静帝继位时年纪还小，杨坚就以丞相的身份掌握了朝政大权。可他并不满足于当一个权臣，而是想取而代之，自己当皇帝。最终
杨坚通过一系列手段诛杀了北周皇室的大部分成员，逼迫北周敬帝禅位，建立了隋朝。可这种弑君篡位的行为在儒家思想里是大逆不道的，很多人心里都不服气，杨坚也担心自己的皇位坐不稳。那怎么办呢？杨坚想到了佛教。当时佛教在全国范围内非常盛行，信徒众多，如果能借助佛教的影响力证明自己当皇帝是天意，就能让天下人信服。于是杨坚开始大力推崇佛教，甚至自称大行菩萨天子，还把新都长安改名为大兴城，宫殿改名为大兴殿，寺庙改名为大兴寺，处处体现出对佛教的重视。更重要的是，杨坚还下令在全国范围内修建舍利塔，供奉佛舍利。据历史记载，隋文帝曾3次下令建舍利塔，共在全国110多个州修建了舍利塔，掀起了一股崇佛热潮。而京川作为丝绸之路的重镇，被列为首批修建舍利塔的30个州之一。杨坚特意将14粒佛舍利送到这里，埋在了京川大兴国寺的地宫里。杨坚的这番舍利布局目的很明确，通过供奉舍利向天下人传递一个信号，那就是说，我杨坚当皇帝是得到了佛祖的保佑，是天命所归，你们都要服从我的统治。而武则天派人修建大云寺时，无意间挖出了这14颗舍利。那武则天龙颜大悦啊，刚君临天下就有佛光显现，就自然而然地接手了这些舍利，用金棺银椁重新安葬，其实也是在效仿隋文帝，想借助佛教的影响力证明自己当女皇帝的合法性。这14粒舍利就这样成了两朝皇帝争夺皇权的政治工具，也见证了中国古代皇权与宗教的紧密结合。1964年发现武则天时期的舍利后，京川就成了考古界的香饽饽，很多考古人员都想来这里碰碰运气，看看能不能有新的发现。可谁也没想到，5年后，也就是1969年，京川又给了考古界一个惊喜。在大云寺遗址200米外的地方，村民们在铺设引桥土坡时，又挖出了一个石函。当时中国正处于文革的时期，文物保护工作受到了很大影响。京川县文化馆的张应文接到消息后，不敢声张，悄悄赶到现场，把石函带回了文化馆。经过仔细清理，张应文发现这个石函也是陶函结构，里面有铜匣、琉璃瓶，琉璃瓶里装着10粒舍利。更重要的是，石函上刻着纪年北周天和2年，这比武则天时期的舍利早了123年。根据石函上的铭文记载，这些舍利是北周时期一位名叫慧明的高僧埋在这里的。慧明高僧是京川宝宁寺的僧人，他为了供奉佛舍利，省吃俭用，化缘多年，才攒够了钱，打造了石函、铜匣等器物，将10粒舍利小心翼翼地埋在了宝宁寺的地宫里。这次发现的北周舍利，让京川的佛教历史又往前推了100多年，也让人们产生了一个更大的疑问：从北周的慧明高僧到隋文帝、武则天，再到宋代的知名云江僧人，京川为啥总能挖出舍利？这里到底是佛教圣地，还是有什么不为人知的藏宝规律？其实，只要翻开京川的历史，你就会明白，京川自古以来就是佛教东传的重要通道。丝绸之路开通后，很多印度、西域的僧人都经过这里前往长安，京川也因此修建了很多寺庙。据统计，到清末的时候，京川全县的佛寺多达133座，京河两岸还有百里石窟长廊的美誉。在最繁盛的时期，这些石窟里居住的僧尼曾达到1.8万之众。这么多寺庙和僧人，自然会有很多佛舍利被供奉在这里。京川能多次挖出舍利，也就不足为奇了。虽然京川已经3次发现佛舍利，但关于这里的佛宝谜团还有很多没有解开。比如敦煌遗书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记载，印度孔雀王朝的阿育王在佛祖释迦牟尼涅槃后，将佛祖的舍利分成了84000份，派使者送到世界各地，修建了84000座舍利塔，这些塔被称为阿育王塔。看过上一期视频的观众应该很清楚，大报恩寺里就挖出了阿育王塔和佛顶真骨舍利，而中国就有10几座阿育王塔，
其中第9座就建在京川的姑臧寺。可问题来了，姑臧寺到底在哪里？虽然文献里明确记载姑臧寺在京川，但由于历史变迁，京川经历了多次水患、战火，很多古代建筑都被毁坏或掩埋在了地下。姑臧寺的遗址至今没有找到。如果能找到姑臧寺，是不是就能发现更多的佛舍利？这成了考古人员心中最大的期待。还有2012年发现的那具陶棺，里面的3个琉璃瓶，至今还有2个没有打开。专家们担心打开琉璃瓶会对里面的舍利造成损坏，所以一直没有贸然行动。这2个琉璃瓶里到底装着多少舍利？会不会有更珍贵的佛宝？没人知道答案。或许未来的某天，这些谜团能等来答案。大云寺舍利的1000年历程，从北周高僧守护，隋唐帝王利用，宋代僧人护保，再到现代考古保护，其核心价值远超佛教圣物本身。如今，京川重建大云寺，展出1964年14例金棺舍利，1969年10例北周舍利及2012年3000多例宋僧舍利。这些历经水患、战火、灭佛运动的佛宝，本身就是奇迹，更见证了中华文化的包容与传承。最后，京川的佛宝故事还没有结束，未来还有很多谜团等着我们一代又一代人去探索、去解答。而这就是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也喜欢今天的视频，不妨点个赞。这里是眼见古今，与您下期视频再见。